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超危险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呢，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投资高股息 ETF？ 为什么这个主题很危险呢？因为根据统计啊，台湾已经有将近700万的这个高股息 ETF 的投资人，也就是说呢，平均每3个人可能就有1个人有投资高股息 ETF 哦。所以各位观众我这一集真的是冒着这个得罪700万人的风险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为什么呢？这个就算是这样呢，充满了危险，我还是要来做这个分享因为我常常被问到说，老师你在推广这个金鸡计划，为什么只选择市值型的 ETF 而不选择高股息的 ETF 呢？今天我们就会从3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开始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台湾人到底有多爱高股息各位可能不知道就是台湾这个 ETF 的资产规模里面排名前5大的 ETF 就有3档是属于高股息包括最老字号的这个0056，还有呢这个00878，还有00919。哇，这3档 ETF 的资产规模加起来就超过了 1.3 兆各位。哇，这 1.3 兆的金额，可见大家对配息这2个字真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从我们第一个面向我们从心理学还有大脑科学的角度其实就可以完全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叫现金流的错觉。我们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就是我们喜欢立刻得到奖励有这个专家去研究呢，发现说假如我今天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是你马上能够得到1000元，那另一个选择呢是你延后1年，可是你可以拿到1200元。我相信大部分人呢毫不犹豫的应该就会选择第一个马上拿到钱所以呢这个就是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在高股息的 ETF， 因为它定期的每一季呢都会配息到我们的账户里面去，那这笔钱呢大家拿到了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从这个大脑科学的角度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化学的这个元素一种物质叫做多巴胺。那这个多巴胺就跟我们的人的这种快乐期待甚至上瘾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关。所以当我们看到股息进账的时候大脑就会受到这个多巴胺的刺激，让我们觉得哇好爽好开心又领到钱了。对，每个人都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高股息呢越来越期待下一次每一次发钱的这个日子的到来。可是其实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种扭曲或者是误导，让我们误以为投资就是要领这个股息领得很开心，可是却忽略了可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复利的资产的成长跟累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一个面向从心理学跟脑科学的角度呢来解释为什么大家人类会这么喜欢这样一个高股息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事实上是情有可原的。这也延续到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报酬率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关心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就以呢这个最老牌的0056这一档 ETF 来跟另外一档市值型的0050 2档 ETF 来做对比。那我们同样呢是用0056上市的时间我们把它取样在2008年的1月份。那么假设有一个投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退休了，然后呢当然很幸运2008年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这个金融海啸所以那一年的股票市场表现得非常的惨烈。好，那在这么幸运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投资人假设我们有2种情境。第一个就是把他的这个退休金假设他累积到了1200万的一只这个金鸡母这样的一桶金呢，把它投资到0050跟0056这2种不同的 ETF 里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光从股价的表现上呢，其实可以发现从2008年到现在0056的股价上涨了大概是 38%那这不包含这个其中领到的股息的部分。但是呢0050呢它的股价上涨的幅度呢是 238%足足多了 200% 这样的一个幅度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0050相对的配息的比例上来说是比较少的，可是呢就算是我们把这个用每年 10% 这样的配息幅度来换算好了，加回去好像从整个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呢，这个0050呢还是领先的
啊。那事实上呢，如果大家去进一步的去研究报酬指数啊，也就是我们把股息再投资还原之后呢得到的数据，那么0050哦，把股息呢再投资回去所累计的这样的一个报酬指数的成长率呢，大约是6.6倍哦，从2008年到现在上涨了大概6.6倍。而相对的这个高股息指数呢，我们把所有的股息再投资回去呢，得到的结果呢是成长了3.9倍哦，所以6.6比3.9还是明显的是有这个台湾50这样的一个工具指数呢来胜出。那其实呢，这个也跟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强调投资最重要，其实就是要累积复利。让时间发挥它这个复利的威力，然后获得资产的一个长期的成长特别是像我们的金鸡计划，如果是针对小朋友或针对年轻人，其实可以复利的时间，可以利用的时间还很长，那就应该要把我们的资产让鸡生蛋，蛋生鸡，钱滚钱，利滚利。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高股息的这个 ETF 的话那你领到的股息呢，就像我们比喻的金鸡母下的金蛋，可是你没有让它孵出新的小鸡长大，再继续生出更多的金蛋，没有运用这个复利的效果。你的高股息呢，如果你把它花掉了，用掉了，那就好像把你的金蛋卖掉了一样它就没有再产生这个复利累积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在投资上面，其实对于我们资产的累积，其实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有投资朋友会说，那我领到股息之后，我再投资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可是相对之下呢，这一来一往你把它领出来，然后再投资回去呢，中间也会增加了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手续费税负等等所以如果你的目标就是锁定在要让你的资产成长那其实何不一开始就选择这种市值型的长期成长这样的工具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面向来分析。那么延伸下来呢，讨论到第三个面向其实也很多人在投资选择高股息 ETF 的时候，考虑到的就是退休的现金流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每年或每一季领到的股息来支付我的这个退休的生活需求、生活费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可是同样的我们提供实际的数据让大家来比较一下0050跟0056的这个提领。我们设计了一个提领机制就是刚刚提到有一个投资人在2008年退休了，那么他也存到了1200万这样的一个退休金，然后分别呢，假设我们两种情境，就是投资0050跟0056，那我们设定的条件这样，就是每年他要领至少3%。这个3%呢，就是比所谓的4%法则呢更保守的一个比例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可以领得更久、更安心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大概就是每年可以领36万，相当于每个月会有3万块这样的一个生活费那当然了，考虑到通膨，所以呢，我们在第2年开始，每年会再加上2%的这样的一个通膨的参数，也就是说，每一年你提领的金额呢会往上调升。那不管你的这个股市就是 ETF 投资的表现如何我们至少呢都要领出这个36万以上的金额，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好，那我们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回测、去统计的结果呢，就发现到，如果你是投资在0056这样的工具上，然后经过每年这样36万，然后每年经过2%的通膨调整，到目前为止，你总共你的这只金鸡母退休金呢，大概呢还可以成长到3000万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中间呢还不包含你每年提领出去的这些30几万到目前为止大概可以一年领到将近50万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金蛋退休的生活费。但是如果你是放在0050的话，那么这个金鸡母从2008年到现在呢，它会成长到5000万5000万所以足足差距有2000万这么多所以这个也是从延续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面向就是从一个总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0050的成长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考虑到一个合理的提领作为我们的退休生活费用的来源的情况下呢，其实它还是能保有一个相对的高度的成长所以这个从第三个理由来看呢，我们觉得就算是安排作为退休的一个资产工具的话，高股息 ETF 也未必是我们的首选。
所以综合以上3个理由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计划不会选择高股息的 ETF。在这边呢，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不同面向的思考，让大家可以重新去认识，然后重新去评估自己的投资组合。那么希望呢，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最后呢，我想要补充一则真才启事。我们在寻找寒暑假理财营队的助教和储备讲师，只要你年满18岁，而且喜欢跟小学生互动，也喜欢运用 AI 学习，并且对理财教育充满热忱。如果你具备这些特质啊，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找的合作伙伴哦。欢迎你参考讯息栏的资讯，和我们一起加入理财教育推广的行列吧。希望不管你是不是投资高股息 ETF 的朋友啦，都能够呢继续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祝福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次见，拜拜。